女人结婚3年都没有怀孕，以为是相公那方面不行，便在汤里加了一大包料，想着今晚再加油，却不想相公太过于孝顺，竟然让给了母亲先喝，这可把女人吓坏了，赶紧将汤抢过来一饮而尽。结果没过一会儿，她就感觉身体里多出了一股洪荒之力，于是她立马把丈夫带回了房间，迫不及待地表示自己想释放一下。哇，官人，老娘等不及了！就这样，在一顿天摇地晃之后，小杨艰难地走出了房间，虚弱的她差点就一头栽了下去。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想到我的第一次竟然是如此的精彩。你瞧这身子，谁干的好事？你嫂子。原来男人是一名现代的法医，一次意外中发生了车祸，结果连人带车掉下了悬崖。当男人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竟然穿越到了古代，腿也被摔伤了，行走不便。看到地上有根木棍绑着红布，就捡起来当拐杖，不料后面这根小木棍竟害惨了他。紧接着来到热闹非凡的大街上，竟意外发现这里的普通百姓都可以拥有3妻4妾，意想不到的是乞丐都有3妻4妾，瞬间笑得合不拢嘴，心想自己可以拥有这样的日子，简直太美好了。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宠物狗安迪也跟着穿越过来了，牵着安迪就要离开，却被美女给阻止了，说这狗是他捡来的。小杨一看是美女，瞬间两眼放光，接着色眯眯的就要美女加个 V， 不安分的手开始伸向女孩，不料被女孩一把推开，他却不知道这可是县令的女儿，这下摊上大事了。百姓们没想到这男子如此大胆，纷纷骂他是小流氓。忽然老头看见他手上拿着他们供奉的神木，折断神木可是要被凌迟的大罪，随后无缘无故的被关进大牢。哎，他还抢了我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关他呀？姐，就在这时，一名狱卒走了过来，声称你夫人来看你了。我夫人？是啊，左夫人，我有交情。他没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竟还有老婆，顿时开心不已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老婆竟是个丑八怪。要死！杨主持，你老老实实告诉老娘，你最近到底犯了什么事？救命啊！生逃之内法器，一把杀猪刀直接架在狱卒的脖子上，威胁他要带走小杨。但小杨不满小雪的容貌和彪悍，不想和他走。小雪和他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，今天必须带他回家传宗接代。两个人各怀心思，老爷觉得传宗接代这等大事不能耽搁，于是就放他回去。大老爷，其实我还犯了很多罪，非法拘禁、窝藏罪。等，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我就砸毁老师办公室的窗户。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呢，我就……杨主持，你没有罪，你能不能先回家？我不想回家。来人，来人呐！杨主持回家。随后刚回到家，妻子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官人，我要，老娘等不及了。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隔天，杨秋池竟拿着手术刀吃牛排，这让身边的夫人很是好奇。看着满脸雀斑的夫人，小伙一时计上心头。饭后，秋池让夫人躺在床上，这让小雪以为老公想要做体操，配合着就要脱掉自己的衣服。你脱衣服干嘛？哎，你不是要跟我那个？还没反应过来，秋池就将小雪弄晕过去。我要你好看！秋池磨刀霍霍向小雪，小雪已经被绑得像木乃伊一般，在吃饭的时候难免被人嘲笑。可是当一层层抹布被揭开，满脸雀斑的小雪变成了大美人。开心的小雪一把就抱住自己的老公，但由于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母亲竟提出让儿子纳妾，妻子也同意让老公纳妾来传宗接代。可是老公却有些不情愿，但当他看到女孩的时候，高兴的激动不已，都快惊掉了下巴。老婆看老公相当满意，于是就给他把关。秦姑娘，不知道你的身子如何呀？姐姐，小女身子很好，不曾害过大病。秦老爹，不知您的祖上可都有生育？哦，当然，我们家是7汪这个8代，要不是若他娘过世早的话，我何止一个丫头呢？真好，相公啊，那你的意思呢？他还假装清高说不要，说自己的事业正在上升期，怕影响了自己的精力。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母亲见儿子这样推迟，立马揪住他的耳朵问到底答不答应。妻子见状还要跪求他，美女也表示自己愿意嫁给他当妾。小杨顿时激动的立马张大了嘴巴，这穿越也太爽了！既然双方都达成了协议，就到谈论彩礼的时候了。18两，你要就要，不要我走了。好，成交。没想到这么便宜就娶到个漂亮的媳妇，然而这女子好像并不简单，不知在打着什么主意。小杨却很是高兴，还亲自为她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项链，晚上还拿着一束鲜花前来向芷若表白。
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你的真心。他还把婚礼定在了双11，不过这次来的目的是试婚，意思就是同居。两个人在一起得先谈恋爱，然后再同居，目的是相互了解一下对方的生活习惯，看看是否合得来。第二天，芷若就搬进了小杨家，两人在一起洗菜做饭，谈天说地，甚是开心，也越来越走进彼此的内心。然而吃晚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开心，芷若却心不在焉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随后情绪低落的离开了。果然是女人心海底针。晚上，小杨给她端来洗脚水，刚要开口询问，却被芷若阻止，随后只能失落的离开。第二天，小杨为她布置了一场浪漫的烟花，10几支烟花直指天空喷射而出，忽暗忽明，五彩缤纷，美丽至极。顿时两人都看呆了。小杨拿出项链为她戴上，烟花虽好，却是昙花一现，始终留不住的。谁说的？来，看那边，下一个。很快，大喜的日子双11也到了，大摆宴席，热闹非凡。喝了这杯交杯酒，人生路上一起走。小杨却感觉迷迷糊糊的，连新娘都看不清楚，随后晕了过去。而芷若等这一刻等了好久，拔出锋利的匕首，她要为父亲报仇，随后一刀扎了下去。第二天中午，大老婆焦急地走来走去，却还不见相公来吃饭，怀疑是不是昨晚太劳累了。另一边，小杨却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还怪昨天喝太多了，昨晚发生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他叫喊着芷若，却不见回应，感觉有些奇怪。突然看到桌子上的项链，还有一封书信。我恨你，勿许！芷若。他四处寻找，却不见踪影。大老婆看他一脸惊慌的样子，询问后才知晓是芷若不见了。随后大家也跟着一起寻找。他们来到芷若的老家，四处向村民们打听，却还是一无所获，了无音讯。看到这个项链，小杨顿时悲伤不已。第二天，衙役前来通报说找到秦老爷的坟墓，想必芷若应该就在那里。果然，芷若确实在老爹的坟前。是女儿不孝，遇人不淑，害你被杨秋池气得一命归西。女儿不孝，没能杀了杨秋池那个狗贼，是他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害得您和女儿阴阳两隔。女儿不孝，剩下的话到下面再跟你说。说完，芷若从怀里拿出一把刀，竟要自尽。关键时刻，幸好杨秋池及时出现阻止了，迅速从他手中把刀抢了过来。而妻子却非常恨丈夫，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要承担的话，那就……杨秋池为了以前的罪孽赎罪，一刀扎在自己的胸口。秋池，秋池，你干什么？芷若见丈夫为自己做了这么多，很是感动，她也原谅了杨秋池，决定不再走了，一辈子陪在他身边。随后，小杨才从兄弟的口中得知自己以前的恶劣行为。我发现你，杨兄，你果真不是个好东西。你不光骗了人家秦芷若的感情，还骗了人家全部家当去赌博。你还骗走了人家奶奶一件嫁妆、一件熊袍，骗去大了全部输的精光。最要命的是，你还气死了人家老爹。熊袍不需要钱，依照我们秦家的规矩，彩礼只需要一件熊袍。小杨为了弥补以前的过错，决定上山打熊，给芷若做一件熊袍。没想到竟把好兄弟绑在大树上当诱饵，还在他身体刷上熊最爱吃的蜂蜜。杨秋池，你不是个东西！他害怕的瑟瑟发抖，不停怒骂，绑得这么紧，万一被熊吃掉那就亏大了。小杨为了安抚他胆小的小心脏，从包里拿出一把暗器，6次一出手，成功有没有？队长，果然你擅长打手枪啊！你能不能给我以身试法一下？你给我打个手枪看看呗！别，这小子哪能乱说啊？庸俗！突然，大熊出现，发出巨大咆哮声，吓得两个大男人瑟瑟发抖，文书生直接被吓晕了过去。这也太怂了吧！巨熊身体庞大，力大无穷，速度惊人，云儿只能不停地闪躲，根本不是他对手。